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84期的洋洋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 Puma 为 WNBA 球星斯图尔特推出的第2代签名鞋 Stewie 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这一双鞋的整体外观依旧非常具有彪马的品牌特色，乍一眼看上去非常像是3球拉梅罗鲍尔的签名鞋，并且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也特别像3球2代那个首发的朱雀配色，是有点暗红或者说是酒红的这一个颜色，我个人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看。在配置方面依旧使用了全掌的 Nitro Foam， 不过这一次它在重量方面的控制做得非常出色，单只42码的重量只有395克，虽然好像在数值方面非常的普通，但是这是我为数不多穿套的单只重量在400克以内的彪马篮球鞋，而且这一次的整体重量分布做得非常不错，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是挺轻的。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宽度跟耐克的差不多，属于正常的鞋楦宽度，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基本上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得益于球鞋合适的内部填充以及比较靠前的鞋带孔布置，拉紧鞋带之后，整体的包裹舒适度以及贴合度都比较不错。不过在初次上脚的时候，由于鞋面的材质略微偏硬，前端的鞋带孔不太容易拉紧，但是只要磨合个大概半小时左右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它后跟处的鞋帮高度有一点过高了，在第一次穿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卡跟腱的感觉，但是到第2次穿这一双鞋的时候，这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因为球鞋的内靴和鞋舌厚度都比较厚，导致了这一双鞋在透气性方面的表现极其糟糕，是极其糟糕。最近我们这里不到30度的天气，穿上它去打球，能明显感觉到双脚好像是在燃烧，不是闷不闷脚的问题了，已经到了发烫的地步。要穿这一双鞋去打球，可能冬天会更加合适。如果在座有兄弟或者是姐妹在冬天双脚冰冷，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双鞋。这一双鞋用来作为一双保暖鞋的话，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上述的这一些小问题之外，它的鞋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大面积的网纱加上内部的粘胶内衬以及外部的热熔材料补强，在强度方面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鞋面能够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不会让你有不敢做动作的感觉，并且它的整体锁定做的也非常不错。我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在做变向的时候，前掌在鞋内会出现一点点轻微的位移，在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它在中后段的锁定表现非常出色，在急停机起的时候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在中底方面，这一次的中底调教跟之前我所接触过的那些 Puma 的篮球鞋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之前 Puma 家的篮球鞋在中底方面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硬，并且中底的整体重量占比会非常大。在最近的1年时间里面，在重量占比这一个方面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在脚感方面这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特别大的进步。而这一次这一双 Stewie 2代在脚感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初上脚就能感觉到它中底的柔软。不过这一双鞋的中底龙骨落差做的略微有一些偏大，穿在脚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前低后高的感觉。好在它的中底过渡足够流畅，在跑动时的感觉还算不错。不过它在前掌的中底刚性并不是特别高，在滚动感方面的表现要比3球1代或者是2代都要略微逊色一些。但是作为一双定位为偏向于女性消费群体的篮球鞋，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它前低后高的设计让它拥有了出色的前掌反应性以及场地感表现。前掌还是比较贴地的，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几乎不会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出现，并且在后跟的缓震表现也完全够用。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是特别明显。在意缓震的兄弟也完全可以放心去购买它，并且它在中底的支撑力度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中底的整体刚性恰到好处。在座各位男性同胞们也完全不用去担心这一双女性的签名鞋是不是可能在强度方面会不太够用
大家可以放心，完全没有问题。穿这一双鞋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整体的鞋身姿态可以保持得非常不错，在后跟处也加入了一块硬度比较高的 TPU 支撑片，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后跟强度以及稳定性表现。虽然它的大底是呈弧形的，后跟的重心也略微有一点点的偏高，但是它的稳定性表现完全没有问题，在实战的过程中心里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大底方面，整体的纹路设计跟 MB02有一些的相似，就是把中间这一段位置处的纹路改为了圆形的纹路，整体的抓地表现依旧十分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可以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管往哪一个方向移动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比它的上一代要强了非常多，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脚底下就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不过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虽然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有65左右，但是由于它前掌的纹路略微有一些偏细，我感觉要用来打外场的话，还是略微会有一些吃力。如果大家想购买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你们尽量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好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级，这一双鞋的实战表现更像是一双介于3球1代和2代中间的一个鞋款，但是它在滚动感以及耐磨方面的表现要稍逊于前面两者，在脚感以及缓震方面的表现，它会比3球的签名鞋更加优秀一些。但是这一双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透气性，它的透气性真的特别差，但凡气温在15度以上，我都应该不会去选择这一双鞋去打球，真的特别的闷，脚特别的烫，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